曾在印度延续千年，却最终消亡的佛学，是被屠灭的吗？你可能听过这样的叙述：那些蜂拥而至的穆斯林，举着雪亮的弯刀，将印度土地上最后的佛寺挨个屠戮殆尽，最终宣告了佛学在印度的彻底断绝。可真的是这样吗？在之前，我们曾经聊过2期：一，印度教在印度的大行其道，归根结底还是种姓制度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印度教的作用就是提供了其理论支撑。二，传说中商杰罗只用了3句话就灭亡了印度佛学，这个故事并不可信，不过是经后人夸饰的离奇故事，为了给印度教理论在种姓制度下的自洽提供了叙事基础。今天让我们来补上系列的最后一块拼图，来回答清楚佛学在印度的断绝真的是因为弯刀的屠灭吗？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种姓的无尽困局。有人说过，要去理解印度，就要去理解印度的种姓制度，而想要明白为什么印度的种姓制度永无改变，乃至连提倡众生平等的佛学都以失败告终，就要明白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在之前的那一期，佛学抛弃了印度，而不是印度抛弃了佛学。我们曾经讲过，古印度作为4大文明古国之一，而它的真正缔造者，悲情的达罗毗荼人，却被外来的雅利安人奴役千年，生如蝼蚁。可是时过境迁，种姓制度从一开始的入侵者统治策略，变成了彼此之间牢不可破的利益联盟。这个联盟之坚固，佛学也无可奈何。这就是外人很难理解印度的地方，同时也就是无法理解为何种姓制度在印度无法被反抗的关键原因。我们曾经提到过，在现代文明到来之前的印度，种姓的接续早已倒反天罡，在不少的地区，实际的统治者早已成为刹帝利。从印度西北方的山口，外来征服者们一次次呼啸而来，也一次次的在婆罗门的主持下升格成为刹帝利。但为何不选择成为婆罗门呢？因为作为祭司阶层的婆罗门，戒律实在太多，外来统治者们想要喝酒吃肉，想要妻妾成群，如此这般，婆罗门和刹帝利，前者得了面子，后者得了里子，携手共治，其乐融融。甚至连吠舍也从种姓制度中获得了好处，许许多多的吠舍次种姓世世代代垄断了某个行业，外人不可以随意插手。比如印度总理莫迪就出生于卖油的吠舍种姓，家族世代经营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最终在印度，种姓制度并不仅仅是宗教需要，而是在千年历程中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婆罗门为刹帝利辩经，刹帝利护婆罗门安宁，吠舍则滋养着他们。然而剥削就可以被忽视吗？芸芸众生的首陀罗呢？贱民呢？低种姓者该怎么办？公元前5到6世纪，沙门思潮到来了，提倡慈悲、提倡平等的佛学如莲花般从淤泥中而生。我们回溯印度历史，就会发现，到了统一帝国时期，佛学就会兴盛发达，比如孔雀王朝，比如贵霜帝国。
为什么呢？对照汉地的历史就会明白，汉武帝盐铁官营，唐太宗大兴科举，明洪武编户齐民，清雍正攀丁入亩，哪一次不是瓦解世家？哪一次不是打压豪强？印度的帝王们也同样明白，只有王权之下，众生才须平等。只可惜印度统一的历史实在太短，到了土邦林立的时期，小领主们又再一次捡起了种姓制度。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统治。此外，在之前的那一期，他灭亡了印度佛学。我们谈到过，传说中商杰罗只用了3句话，就让500名印度高僧哑口无言，从而灭亡了印度佛学。这个故事也非常不可信。作为死后几百年才从故纸堆中捡出来并被大力神化的人物，商杰罗和他所代表的宗教改革，只是把残酷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在大量吸纳了佛学观点后，挂上了一层朦胧的滤镜，重整成了印度教。印度教换了一种比婆罗门教柔和得多的方式来继续种姓奴役，所有人都在上饭中都是平等的，现世的一切都只是下饭的虚幻，要行善，要忍耐。现在为止，我们回顾完成之前的内容，是为了帮助我们确认佛学在印度断绝的真正原因。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标题，印度佛学真的是被穆斯林的弯刀屠灭的吗？那烂陀寺的业火。那烂陀寺也就是《西游记》中大雷音寺的原型，该有多么的恢宏壮丽，因为它不是一座寺，而是一座城。来自东土大唐的玄奘法师这样描写道：寺院内外有池塘泉水环绕，水波清澈，红莲盛开，40花果不觉芬芳，讲论之音四方响震。此时的那烂陀寺院墙由红砖烧制而成，高达数丈，已经形成了数座大寺，周围小寺组成的寺院群。这里的僧众有上万名之多，每天都有100多个讲坛，并且不仅仅教授佛学、数学、医学、天文学、逻辑学、炼金学，通通都有讲授。从大唐到斯里兰卡，研修的僧人络绎不绝。拿现在来比较，这就是一座大学城。而这样的寺院在当时起码还有2个。飞行寺在鼎盛时期比那烂陀寺还要兴盛，超戒寺共有108座殿堂，成为印度金刚城的中心。后来印度佛学3大寺都毁灭了，的确是穆斯林的弯刀屠灭了他们。1193年，突厥人将领巴赫提亚尔·卡尔吉劫掠了那烂陀寺，传说寺中高达9层、典藏数百万卷经书的图书馆被付之一炬。民间传说，直到3个月后，废墟中还有缕缕青烟。这位一手制造泼天法难的巴赫提亚尔将军志得意满，继续进军藏地，想要劫掠那里的佛寺。他攻入了春披河谷，也就是香巴拉的传说所在地之一，却在此遭受到了迎头痛击，仅逃回100名士兵。他不久之后就死了。
然而，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些外来的劫掠者们并非仅针对佛学寺庙。根据英国东方学者沃德尔的论述，他们从左边杀过去，又从右边杀过去。相比对佛学的破坏，对印度教徒的屠杀和蹂躏才是不可计数。甚至我们还要明白，这些外来的劫掠者们也和穆斯林身份无关，因为印度西北处的那个山口就一直在那里。那座山的名字叫新都库什山，不好意思，它的直译就叫杀印度人之山。每个世纪都有外来的劫掠者进入，最早的雅利安人，再到后来的塞种人、匈奴人、突厥人等等，一次又一次的滚滚而来，留下来的就变成了刹帝利，并在下一次代表印度本地人和新的外来劫掠者作战，比如印度历史上有名的拉杰普特人。那你可能会问，为何在这次那烂陀寺被大规模劫掠之后，印度佛学就此陨落了呢？因为早几十年前，印度大地上最后一个信奉佛学的统一帝国波罗王朝就已经灭亡了。说是统一的帝国，但其实只占据了南亚次大陆的一角，仅算是印度版三国之一而已。即便如此，也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王权之下，佛学兴盛，扩建了那烂陀寺，兴建了飞行寺、超戒寺以及一堆大大小小的寺庙。等到帝国覆灭后，土邦的领主们彻底拥抱了种姓制度，三大寺孤立无援。其实在此时，寺庙的势力也不亚于一个小邦国，但只可惜失去了王室的支持后，毁掉一个就少一个。引用印度新佛教运动的创始人安贝德卡的话来说，被入侵者打得遍体鳞伤的婆罗门教可以向统治者寻求支持和寄托，而摧毁的佛教却没有这样的希望。它是一个无人照料的孤儿，在本土统治者的冷风中枯萎，在征服者点燃的火焰中燃烧。当然了，佛学在印度的覆灭也有后期僧人们自身腐化堕落的原因，但针对就是因为弯刀屠灭了印度佛学这一言论，我们还是给出了最终的准确回答。但还没有完，让我们接着聊。超越成败的力量。有人这么说，印度佛学的消亡就代表了佛学的不行。对于这一论调，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要知道，一个思想的价值不应该由它是否在某片土地上被延续而做评判。基督教曾被排挤出耶路撒冷，是不是也代表了不行？道教在原初被忽必烈所禁，大都白云观道士剃发为僧，是不是也代表了不行？佛学之所以在印度消失，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因为太有力量。从佛陀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开始，便挑战了种姓制度，也挑战了统治特权。一个倡导慈悲、倡导平等的思想，怎么可能得到王权的长久支持？诚然，在大一统王朝的支持下，佛学得到了兴盛发展，比如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比如贵霜帝国的迦尼舍嘎，再比如波罗王朝的历代王族。但如果这片土地还充斥着歧视，
还充斥着不公，那么佛学被土邦领主们边缘化也一定是必然。这是历史权力的选择，而非佛学思想的失败。更何况佛法并没有消亡，在汉地，在藏地，在东南亚，在日韩，直到今天仍在引导人们去认识无常，去放下执着，去理解生活。面对未来的回想，我作为一个印度教徒而生，但不会作为一个印度教徒而死。这句话正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安贝德卡，那位贱民出身的知名学者，印度宪法之父，同时也是他带领了50万贱民皈依三宝，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佛教运动。时至今日，印度的佛教徒已有800万左右，人数规模完全不能小觑。当然了，和印度庞大的14亿人口相比，依然少得可怜。不过每一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以集体皈依的方式来表达对平等和智慧的追求。网上有博主说，安贝德卡的新佛教运动失败了，这些人被称为新贱民。但是没有人生来就应该是贱民，种姓制度对于印度来说犹如复古之居，怎么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消灭？印度的土地上，种姓制度的千年桎梏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痕，那就是佛学平等与慈悲的光芒所照射的地方。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次再见。